林婉儿的话让叶晨第一次开始认真的思考孟长生是否真的还活着。这个乍一听起来似乎有些荒谬的问题，九玄天经之中并没有任何关于让一个人活1000年以上的记载，所以这早就触及了他的知识盲区。事实上，九玄天经甚至都没有关于万古长青丹的记载，连林婉儿都属于叶晨的知识盲区，就更不用说孟长生了。在这个问题上，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来证明孟长生如今的生与死，但叶晨也丝毫不敢拖大，该有的谨慎绝不能省，不能掉以轻心。于是他便对林婉儿说道：林小姐刚才所提到的观点我都非常赞同，只是我们已经到了这儿，没有临阵退缩的道理，不如就按林小姐所说的，我们一起去一探究竟。林婉儿知道叶晨不可能轻易放弃，愿意带上自己已经是做出的最大让步，于是便不假思索地点头说道：好，奴家与公子一起。叶晨微微点头，旋即轻叹一声道：若是我们2个一起，从这里下去就不太现实了，我们掉头回去，从吴飞燕出现的那个乡镇反方向进山吧。好。林婉儿乖巧地点了点头，道：只要公子愿意带着奴家，奴家一切都听公子安排。2人达成共识，叶晨便也不再耽搁，他在下一个出口下高速掉头回来，途经了吴飞燕一跃而下的位置，继续向前行驶了几10公里，才在吴飞燕离开的那个乡镇下了高速。地图显示，这个乡镇除了这条高速公路之外，只有一条崎岖的山路通往外界。山路的尽头自不远处一座名为钱道山的山脚下开始，下山穿过乡镇，与乡镇的主干道相接，然后继续延伸至高速公路的出入口。若是不在这里上高速，继续向前行驶，能到一条横穿边柜的国道。吴飞燕所出现的位置便在从前道山起点一直到乡镇中间的路上。于是叶晨便将车开到了吴飞燕出现的地点，决定从这里步行进山，大体朝着吴飞燕汽车的方向行进，看看能不能发现吴飞燕留下的蛛丝马迹。毕竟吴飞燕离开的时候比较匆忙狼狈，叶晨推测他应该无暇处理自己留下的线索。2人下了车后，叶晨便带上了进山的装备，与林婉儿一起向着山间进发。离开乡道之后，也并非立刻就是崎岖的原始森林，道路两边几乎都是当地农民开垦的梯田，所以也自然有可供人与牲畜行走、可供摩托车行驶的小路。刚好这条小路的方向与叶晨打算搜寻的方向重合，于是2人便一前一后走过这条小路，不断向山里推进。2人翻过一座几乎全被梯田覆盖的矮山，继续向深处进发。而此时两侧人为的痕迹也越来越少，梯田虽然偶尔还有几块，但因为距离乡镇较远，这里已经陆续没人开发。翻过第2座山，开始向山下行进时，叶晨看到这条崎岖小路在前面山谷中，从一条土黄色的长条变成了一个细长的 I 字形。除此之外，还有一条1米多宽的蜿蜒小河，顺着山谷一路流向低处。河流刚好从 I 字形3条直线的交点穿过，有人在这里用石头堆起了5步石墩。河流自5步石墩中的4条间隙缓缓流过，因为这5步石墩阻挡了水流的速度，以至于水流在 I 字形的左侧形成了一个约莫4-5平米的缓冲地带。原本1米宽的小溪流在这里一下子宽了将近3米。小路在山脚下一分为2，右边那条向着更深处，左边那条则通向左前方的另一座山的山顶。只是那座山相比叶晨与林婉儿正在翻越的这座山，整体要矮了不少。而在那山顶之上，还有一小片褐红色的低矮建筑，
不知是何用途。10万大山本就地处西南，即便已经到了中秋时节，也依旧温暖湿润，所以这里的植物也生长得格外茂盛。山坡、山顶、山谷都是一片郁郁葱葱，在阳光下显得格外纯净，完全看不出现代的标签。林婉儿亦步亦趋地跟在叶晨身边，看着眼前的景色，不由赞叹，古人常说曲径通幽，想不到当年让人谈之色变的10万大山，这一路走来的景色竟然如此优美静谧。如果在这里生活一段时间，肯定非常舒服自在。叶晨笑道，等将来不用再担心破清会的时候，我就在这里给你买几座山，你可以选一座山建房子，剩下的都用来种茶树。林婉儿摇头道，这里的气候不适合普洱茶树，倒是适合种一些绿茶。说着，林婉儿忍不住嘟囔道，公子，奴家虽然喜欢茶，但也没打算往后余生就做个辛苦的茶农。二郎山那么多茶树，奴家都还不知道以后怎么种植，你又要给奴家在这里买地种茶，奴家以后难道整日都要与茶打交道吗？叶晨笑道，我并非这个意思，只是看你确实喜欢这里，所以有心想买下送你。林婉儿羞涩一笑，柔声道，公子有这份心，奴家便知足了。此时两人站在半山腰，能看到 I 字形山路的左手边，也自山上走下一个身穿灰袍的光头女子。她看起来约莫20出头的年纪，五官十分清秀，虽然剃了光头，但也依旧漂亮可人。那女子双手抱着一个木盆，盆内似乎装着一些衣物，以及一根扁平的木棍。由于那座山比叶晨、林婉儿所在的山矮了不少，所以那女孩比他们更早到了 I 字形路口处。女孩在路口处停下，靠着 I 字形左边的那条路，在路边蹲下了身子，然后从木盆中取出一件长袍，放在水中打湿揉搓，然后用木棍用力拍打。木棍拍打着湿润的衣服，清脆的拍打声在山谷中轻轻回荡。林婉儿听在耳中，看在眼里，不禁对叶晨说道，以前奴家也是这么洗衣服，没想到过去这么多年，还有人用这种方法。叶晨远远看着那女孩，嘀咕道，她好像是个尼姑。这么说来，左边山上的红墙建筑应该是个尼姑庵了。林婉儿微微点头，感叹道，在这里出家，比大多数出家人还要更艰苦一些。两人沿着山路不断向下，一炷香的功夫之后，便已经来到了那 I 字形的小路口。此时那尼姑还在一旁蹲着洗衣服。由于叶晨与林婉儿约定好在外人面前佯装情侣，于是他在石墩前停下，伸出一只手对林婉儿说道，我牵着你过去吧。林婉儿羞答答的连连点头，旋即将小手递到叶晨手中。叶晨牵着她迈过石墩，正要向 I 字形路口的右手方向继续赶路，身边那个蹲在地上洗衣服的年轻尼姑忽然站起身来，双手合十，向着林婉儿微微躬身，开口道，阿弥陀佛，这位施主，我们家住持已经等您多时了，想请您移步至庵中一见。另外，我的新频道历史印记馆已上线，欢迎观看并订阅。